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文化差异的真实故事，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这故事发生在我的一位客户身上，我们就叫她小芳吧。她是一位来自大陆江苏的姑娘，通过我们的平台认识了台湾的阿泽，两人一见钟情。经过半年的异地恋，终于修成正果，小芳嫁到了台湾。哎呀，说起两岸婚恋，那可真是门大学问。虽然同文同种，但是文化差异可不小呢。很多大陆姑娘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台湾偶像剧，觉得台湾男生都像言承旭、周杰伦那样又帅又多金。而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，有些还停留在阿陆仔那种刻板印象，认为大陆女生都很乡土。天啊，这认知差距简直比日月潭还深啊！事实上，台湾社会非常发达，人均 GDP 在亚洲名列前茅，生活品质超高。台北101大楼、高雄港、台中科学园区，哪一个不是现代化标志？台湾的医疗制度、教育水平都是一流的，绝对不是某些大陆人想象中的穷亲戚。而大陆这些年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，高铁网络、移动支付、电商发展等等，许多方面甚至领先全球。回到小芳的故事，结婚后，小芳搬进了阿泽家的老公寓，开始了和公婆同住的生活。阿泽的父母是传统的台湾长辈，爸爸是退休教师，妈妈则是典型的台湾家庭主妇，一手好菜堪称台中地区的隐藏美食达人。婚后第3天，小芳决定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，给公婆和老公做一顿正宗的江苏家乡菜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娶了我这个大陆媳妇是多么有福气。小芳信心满满地和我语音通话，分享她的计划。小芳起了个大早，先去传统市场采购了新鲜的食材。台湾的菜市场可比大陆的热闹多了，小贩们亲切地喊着：静妹要买什么啊？这个高丽菜很新鲜哦。一口浓浓的台湾腔让小芳有些不适应，但她还是顺利买到了所有需要的食材。回到家，小芳开始大展身手。她打算做几道拿手菜：松鼠桂鱼、红烧狮子头、糖醋排骨、蟹粉豆腐和清炒时蔬。这在江苏可是标准的待客菜单。小芳非常用心，每一道菜都花了不少功夫。特别是松鼠桂鱼，她把鱼切得花刀，炸得金黄酥脆，浇上特制的糖醋汁。盘子里的鱼仿佛随时会跳起来一样栩栩如生。哇，看起来好丰盛哦！阿泽的妈妈，我们就叫她陈妈妈吧，走进厨房时惊讶地说道。但小芳敏锐地注意到，陈妈妈的表情似乎有些复杂，不仅仅是惊喜，还带着一丝疑惑。妈，您先去休息，马上就好。小芳热情地回应。终于，一桌丰盛的午餐准备就绪。小芳把每一道菜都精心摆盘，色香味俱全，看起来确实很有食欲。阿泽和他爸爸陈爸爸看到这么多菜，都不禁竖起了大拇指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多菜，太厉害了吧？阿泽夸张地说。小芳，不用这么客气啦，我们平常吃的很简单的。陈爸爸温和地说道，但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条造型夸张的松鼠桂鱼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小芳热情地给每个人夹菜。爸妈，这个糖醋排骨是我们那边的特色，甜中带酸，你们尝尝。这个狮子头我放了不少葱姜，特别香。陈妈妈礼貌地尝了一口排骨，然后又尝了尝狮子头，表情有些微妙。她转向陈爸爸，用台语小声说了句什么，陈爸爸则轻轻点了点头。怎么样，妈，合您口味吗？小芳期待地问道。很好吃啊，很特别，陈妈妈笑着说。但小芳总觉得她的笑容有些勉强。饭后，小芳正在收拾餐桌，突然听到陈爸爸惊慌地喊叫：阿朱，你怎么了？小芳赶紧跑去看，发现陈妈妈脸色苍白，手捂着肚子，一副很痛苦的样子。妈，您怎么了？小芳吓坏了，可能是肠胃不舒服，我送妈妈去医院。阿泽急忙说道，然后和陈爸爸一起扶着陈妈妈出了门。小芳站在原地，心里一片混乱。难道是我做的菜出了问题？她不停地自责，同时又检查着剩下的食物，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2个小时后，阿泽打来电话，说妈妈没什么大碍，
医生说是肠胃不适，开了些药就可以回家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芳焦急地问。其实阿泽支支吾吾，好像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晚上，当陈妈妈回到家，小芳立刻满脸歉意地迎了上去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定是我做的菜有问题。陈妈妈看着小芳愧疚的样子，不禁叹了口气。不是啦，小芳，不是你的错。这时阿泽走过来，搂着小芳的肩膀，终于道出了实情。其实我妈她对油炸食物和重口味的菜有点敏感，平时很少吃这么油腻的东西。但是看你这么用心，她又不好意思说，就多吃了几口。小芳听了这话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啊，这么严重吗？她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。原来陈妈妈年轻时就有胆囊问题，年纪大了更是得了轻度的糖尿病。医生特别叮嘱要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饮食必须清淡。而台湾家庭的日常饮食确实比小芳想象的要简单很多，通常一餐就是一荤一素，加上一些腌制小菜，偶尔才会有大鱼大肉。我的天啊，那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啊？小芳好奇地问道。陈妈妈温和地解释，我们早餐通常是稀饭配小菜，或者是三明治、蛋饼之类的。午餐会煮个卤肉饭或者便当，晚餐才会认真一点，但也就是清蒸鱼、炒个青菜、炖个汤而已。小芳这才恍然大悟，在她的认知中，好客就是要摆满一桌子菜，色香味俱全的大鱼大肉才显得有诚意。而在台湾，特别是台湾的家庭日常，讲究的是精致、健康、均衡，不是菜的多少和油水的足不足，而是营养搭配是否合理。对不起，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小芳愧疚地低下了头。没关系啦，陈妈妈笑着拍拍小芳的手，你的心意我们都感受到了，只是我们台湾人和大陆可能在饮食习惯上有点不同，以后我们慢慢互相了解就好啦。这一刻，小芳突然意识到，虽然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，但几十年的分隔确实造成了许多差异，不仅仅是在饮食上，还有生活方式、思维模式等各个方面。丽姐，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尴尬。小芳后来在视频通话里向我吐槽，我本来想展示一下我的厨艺，结果差点把婆婆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我不禁笑出声来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啊，两岸饮食文化差异可大了。大陆这边，特别是江浙沪一带，讲究色香味形俱全，油盐糖用的比较重，而台湾受日本影响较深，加上热带气候，饮食普遍清淡原味，讲究食材的鲜美和健康。对呀，我还发现台湾人超爱吃水果呢。陈妈妈每天都要吃好几种水果，说是要补充维生素。小芳接着说，确实如此。台湾气候适宜，水果种类丰富，芒果、凤梨、莲雾、番石榴应有尽有。台湾人把水果当成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像大陆某些地区的人，只在特殊场合才会吃水果。不仅仅是饮食习惯不同，我还发现台湾的家庭观念和大陆也有很大差异。小芳继续分享她的发现，在大陆，特别是一些传统地区，男主外，女主内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，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。而在台湾，受西方和日本文化影响，家务分工更加平等。阿泽每天下班回家会主动帮忙做饭、洗碗，甚至打扫卫生，这让小芳感到十分惊讶。一开始我还不适应呢，觉得他抢我的活儿，好像在暗示我做得不够好。后来才明白，这在台湾很正常，夫妻本来就应该共同承担家务。小芳说道，另一个让小芳印象深刻的差异是社交方式。在大陆，亲友聚会通常是在餐厅吃大餐，讲究排场和气氛。而在台湾，家庭聚会更多的是在家里进行，一边烤肉一边聊天，氛围更加轻松自在。第一次参加阿泽表哥家的聚会，我特意打扮了一番，还带了贵重的礼物，结果发现大家都穿着休闲服，拿着啤酒和零食在后院烤肉聊天，超级随性。小芳笑着回忆，我那身正式的连衣裙和高跟鞋，简直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颁奖典礼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台湾人的生活节奏也比大陆一些大城市要慢得多。下班后，大家会到夜市逛一逛，吃个小吃，或者到咖啡厅坐坐，享受生活的悠闲。而大陆的年轻人，尤其是一线城市的白领，
下班后往往还在处理工作，生活节奏紧张而快速。说起工作，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小芳说，在大陆，大家都在追求高薪、高职位，拼命往上爬。但在台湾，很多人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宁愿薪水少一点，要有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空间。这也体现了两地价值观的差异。大陆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，物质追求成为主流，成功往往与财富和地位挂钩。而台湾社会发展较早，已经进入了重视生活品质的阶段，人们更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和生活的平衡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台湾的老人家真的没那么多规矩。小芳感叹道，我原本以为台湾人很传统，结果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比大陆还开放。在大陆，特别是一些传统家庭，婆媳关系常常是紧张的，媳妇需要按照长辈的方式做事。而在台湾，尽管也重视孝道和家庭和睦，但更尊重个人意愿和选择。陈妈妈从不干涉小芳和阿泽的生活，甚至鼓励他们有条件时搬出去住，体验二人世界。我婆婆还跟我说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老人家不要参与太多，这在我们老家简直不可想象。小芳说着，语气中满是惊奇。确实，台湾社会虽然重视传统文化，但也融合了现代西方价值观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。长辈们往往既保持着中华传统美德，又能接受年轻一代的新思想。这种包容和开放让小芳感到既惊讶又欣慰。不过，台湾人也有一些奇怪的讲究。小芳笑着说，比如他们超级注重忌讳，很多东西都不能随便说。比如台湾人忌讳说送，因为音同丧；不喜欢收到钟表作为礼物，因为钟与钟谐音。甚至在医院里，很多楼层都没有4这个数字，因为与死的发音相似。这些在大陆某些地区也有类似的习俗，但在台湾似乎更为普遍和严格。有一次我无意中说了不吉利的话，婆婆立刻说呸呸呸，然后让我赶紧说好话来冲淡不好的预兆。我当时都惊呆了。小芳笑着摇摇头。除了这些小忌讳，小芳还发现台湾人对于长辈的称呼非常讲究。在大陆可能简单的称呼对方为阿姨、叔叔，但在台湾必须根据长辈在家族中的辈分和地位来称呼，如大伯、二姑、三舅等等，错了就是大不敬。第一次见阿泽的亲戚，我简直头都大了，得背一堆复杂的称呼，还不能弄错，否则会被认为没教养。小芳苦笑着说，不过小芳最大的文化冲击还是来自于语言。虽然台湾和大陆都使用中文，但台湾的国语中夹杂着不少闽南语、客家话和日语词汇，加上一些本土创造的词语，有时候交流起来着实有些困难。刚来的时候，我听他们说话只能懂7、8成。什么卡好、黑白讲、阿莎利，这些台湾特有的词汇我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小芳回忆道，有一次陈妈妈叫我帮忙搓一下衫，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洗衣服的意思。语言差异带来的不仅是交流障碍，还有许多啼笑皆非的误会。小芳记得有一次，陈妈妈说等下跟你去夜市买一件衣裳，结果等了半天，陈妈妈还在看电视，后来才知道，台湾人说的等下时间概念非常模糊，可能是10分钟后，也可能是几个小时后。而在大陆，等下通常就是几分钟的事情。最好笑的是，有一次阿泽对我说你好机车哦，我还以为他在夸我很酷呢，结果原来是在说我很难搞。小芳笑得前俯后仰。台湾的机车是指人很麻烦、很难伺候的意思，跟大陆的机车完全是两回事。除了语言上的差异，小芳还发现台湾人的思维方式也和大陆人有所不同。大陆人做事往往直来直去，有话直说，而台湾人则更含蓄委婉，注重面子和人情。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经常因为说话太直接惹得别人不舒服。小芳坦言，比如有一次我直接指出表姐的衣服不太好看，结果大家都沉默了，气氛变得好尴尬。后来阿泽告诉我，台湾人不喜欢当面提出批评，即使是善意的。这种委婉的交流方式一开始让小芳很不适应，在她看来，直接指出问题更加高效。但在台湾的社交环境中，维护他人的面子和情绪比解决问题本身更重要。慢慢的，我也学会了台湾式的委婉表达。小芳笑着说，
现在我不会直接说这个不好，而是会说这个还可以更好，呵呵。适应了语言和交流方式后，小芳开始尝试融入台湾的社交圈。台湾人社交活动的形式也和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在大陆，朋友聚会可能是去 KTV 唱歌、打麻将或者吃饭，而在台湾则可能是去爬山、骑自行车或者参加志愿活动。台湾人真的很热爱户外活动。小芳感叹道，每到周末，阿泽就会拉着我去爬山、骑车。一开始我抱怨的要死，后来竟然也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。台湾人对环保和自然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远超小芳的想象。在台湾，垃圾分类非常细致，甚至会分出可回收、不可回收、厨余等多个类别。随手丢垃圾在台湾是很不礼貌的行为，会受到周围人的白眼。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连垃圾都不会丢，小芳哭笑不得。有一次我把垃圾袋放在路边的垃圾桶旁边，结果被路人指责了，说是乱丢垃圾。原来台湾的垃圾要在固定时间、固定地点亲手交给垃圾车才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芳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也和婆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陈妈妈不仅教她烹饪台湾家常菜，还带她了解台湾的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。我现在的卤肉饭做得可好吃了。小芳得意地说，婆婆夸我天生就是做台湾媳妇的料呢。那次送婆婆进医院的尴尬经历过后，小芳开始学习台湾的烹饪方式，少油少盐，注重原味，健康为先。她慢慢掌握了台式卤肉饭、三杯鸡、菜脯蛋等台湾家常菜的做法，甚至在某些菜式上加入了自己的创新。我把大陆的红烧肉改良了一下，用台湾的调味方式，做成了台式红烧肉，婆婆和公公都说比外面餐厅的还好吃呢。小芳自豪地说，不仅如此，小芳还尝试理解台湾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。她参加了当地的妈祖庙会，学习了白白的礼仪，陪婆婆去逛传统市场，认识了各种台湾特有的食材，甚至开始学习闽南语，努力融入台湾社会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婆婆也在努力了解我的文化。小芳眼含泪光地说，有一次我生病了，婆婆特意做了大陆式的鸡汤给我喝，虽然味道差了点，但那份心意真的让我很感动。陈妈妈也向小芳请教大陆的风俗习惯和节日庆祝方式，两人在文化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逢年过节，陈妈妈会和小芳一起包饺子、做汤圆，小芳则陪婆婆去拜拜、发红包。我和婆婆现在的关系简直比亲母女还亲。小芳笑着说，我们甚至成立了一个跨海美食研究会，专门研究两岸美食的融合，每个星期都会试做新菜式。阿泽和公公就是我们的试吃员。随着小芳对台湾生活的适应，她也逐渐发现台湾社会的优点。台湾的医疗制度完善，全民健保覆盖面广，教育资源丰富，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。社会氛围友善包容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信任和尊重。在台湾，我可以半夜出门买东西，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生病了不用担心看不起病，老人和小孩在公共场所都会受到特别的照顾。小芳感慨道，这种社会氛围真的很令人安心。当然，小芳也发现了台湾社会的一些问题，比如就业机会相对有限，薪资水平停滞不前，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等等。但总体而言，台湾社会的包容度和人情味让她感到温暖和满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次差点把婆婆送进医院的经历，反而成了我和婆婆之间的笑谈。小芳说，每次家庭聚会，婆婆都会拿这件事开玩笑，说幸好小芳的厨艺进步了，不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哈哈，婚后第1年，小芳怀孕了。怀孕期间，她经历了台湾与大陆在孕期护理上的文化差异。在大陆，孕妇往往被各种禁忌束缚，什么不能提重物，不能看恐怖片，不能吃某些食物等等。而在台湾，虽然也有一些传统习俗，但整体上更加科学和开放。我婆婆很支持我孕期继续工作和运动，只要不太过劳累就行。小芳说，而我妈妈则一直担心我动了胎气，恨不得我天天躺在床上休息。孕期营养方面，台湾也有自己的特色。陈妈妈会给小芳煮各种营养汤品，如猪脚姜醋、鱼汤、花生猪蹄汤等，
这些在大陆也有类似的传统。不过，台湾的孕期饮食更注重均衡和多样性，不会像大陆某些地区那样催着孕妇猛吃。我妈来台湾看我的时候，看到我的孕期饮食，差点没急死。小芳笑着说，她觉得我吃的太少，营养不够，硬是每天给我煮一大锅鸡汤，逼我喝下去。婆婆在旁边看得直摇头。小芳很感谢这段中西合璧的孕期经历，既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坐月子的精华，又享受到了台湾现代医疗体系的科学护理。生产后，小芳更深刻地体会到两岸文化的差异与融合。台湾的坐月子文化和大陆有相似之处，但更加科学和人性化。月子中心、专业月嫂等配套服务非常完善，让新手妈妈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专业的指导。让我最感动的是，阿泽在我坐月子期间完全变成了超级奶爸。小芳眼中满是幸福，她不仅承担了大部分育儿工作，还每天给我按摩、煮汤。婆婆也从不干涉我们照顾孩子的方式，只在我们需要帮助时才出手相助。这与小芳在大陆见到的一些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某些传统家庭中，婆婆往往会全权接管新生儿的照顾工作，新手父母反而没有机会学习和成长。我有个大陆朋友，孩子都1岁了，她还不会给孩子换尿布，因为婆婆从来不让她插手。小芳无奈地说，这在台湾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孩子出生后，小芳和陈妈妈的关系更进一步，两人一起研究育儿经验，交流两岸的育儿文化，共同为孩子创造了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成长环境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兼具大陆人的进取心和台湾人的人文情怀。小芳说，既有大陆的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，又有台湾的包容心和人情味。今天，小芳的孩子已经3岁了，活泼可爱，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台湾国语，还会几句闽南语。小芳和阿泽定期带孩子回大陆探亲，让孩子从小就了解两岸文化。最好笑的是，现在轮到我妈来台湾，我们一家人去餐厅吃饭，我妈总是点一大堆菜，服务员都惊呆了。小芳笑着说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那次差点把婆婆送进医院的经历，如今成了小芳家的传家笑话。每当有人提起两岸文化差异，小芳就会笑着说，别提了。我第一次给台湾公婆做饭，差点把婆婆送进了医院，然后她会认真地补充道，但正是这些差异和误会，让我们有机会相互了解，相互包容，最终走到一起。两岸同胞同根同源，再大的差异也抵不过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。哎呀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小芳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我丽姐不禁感慨万千，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只要有足够的爱和包容，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两岸婚姻虽然面临着语言、文化、价值观等方面的挑战，但只要双方愿意敞开心扉，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同样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希望那些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跨文化婚姻的朋友们，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勇气。我深情地说，记住，爱是最好的翻译官，包容是最好的润滑剂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